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防务面对面，我是王飞。大家都知道，对于潜艇探测的方法很多啊，大家普遍看到的，比如说美国 P8A 经常在咱们周边来进行磁探仪的探测、吊放声呐的探测、水下基震的探测等等等等。那声呐当然是常见的，其实呢还有一种更先进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世界上哪些国家在研究到了什么程度呢？今天呢，我们请王玉婷先生，请他介绍一下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对潜艇的探测方法。现在呢，在潜艇探测方法呢，像您说的，就主要是靠声呐，因为在水下呢，光和电磁波都是传不远的，只有声波可以远距离的传输，因此呢，声呐就现在成了探潜的一个主力手段。当然，其他还有一些辅助手段哈，像磁探仪，还有像那个激光，像蓝绿激光探测，现在都有一些。只不过呢，磁探仪和蓝绿激光它们的探测距离都只有几百米，所以整个探潜手段呢依然是过于的繁杂。那么有没有一种手段可以终极的就探测到潜艇呢？还真有，那就是用重力的探测。因为我们知道哈，钢铁肯定是比水的密度大的。虽然潜艇它整个的一个平均的密度是跟海水是一样的，所以它在水中能飘起来，但是在局部位置，钢铁密度是比水更大的。因此呢，它会在那个重力场上带来一些细微的变化。那么如果有一种仪器能够探测出这种细微的变化呢，那么潜艇当然是无所遁形了。因为你潜艇你不用钢铁造，你难道用水造吗？不可能的。所以只要它有密度的变化，就一定能被给探测出来。这个仪器呢就叫重力梯度仪。为什么叫重力梯度仪呢？就直接探测重力呢，它会受到很大的噪声干扰。但如果是重力梯度，也就是两个点之间重力的差值，那么它的对这个噪声的这个敏感度呢就没那么高。研究重力的梯度会比直接研究重力呢会带来更好的一个成像效果。重力梯度仪最早是在19世纪末就已经被研制出来了，只能在实验室里用哈。然后后来呢又发展了好几代，包括旋转式的、静电悬浮式的，还有超导式的，包括最新的量子式的。这个量子的这个重力梯度仪呢，是在去年的时候被英国人搞出来了。但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在这个最顶级的科学杂志，就是 Nature 上发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就说啊，他们第一次在非实验室条件下，用这个量子重力梯度仪发现了地下的一个地铁隧道，并且呢，这个杂志评论呢，就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然后就是可以对地面深度的这个目标进行探测的一个手段，然后给了很高的评价。如果英国人把这个技术搞成熟的话，那以后潜艇呢就是无所遁形了。所以呢，这个东西啊，不但英国人要有，我们中国也要有。我们中国之所以有这么先进的仪器呢，其实要归功于一个人，叫黄大年。黄大年最早就是在英国那边搞这个重力梯度仪，而且是这个方向上的一个顶级专家。然后后来呢，响应国家号召，回到了中国，带领中国这些科研人员呢，也是搞这个航空重力梯度仪。但是这个人呢，就是在科研上过于拼命，没过几年呢，就因为身体原因去世了，所以非常可惜。我们中国官方给他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是叫战略级科学家。这个称号只有像钱学森这一类等级的科学家才拿得到。黄大年是为数不多的也拿到这个称号的一个人。而且呢，从他去世之后到现在，每年教育部都会要求我们高校都要搞学习黄大年的活动。所以他的这个地位啊，是真的是非常高，而他的贡献呢也确实是非常大。他不但自己把这个技术带回了中国，而且他培养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科研团队。那在他去世之后呢，这个科研团队依然在推进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航空的重力梯度仪的一个研制，而且现在呢已经是有很多的成果了，包括在这个探测矿藏，还有在这个地下监测等等这方面用的都非常多。可以说，正是黄大年把这项技术带回了中国，我们中国才没有太落后英国更多。未来在水下战场的较量上，有了这个航空重力梯度仪的一个加持，我们显然是不怵美国和英国的。我们希望这个重力梯度仪早日使我们的军队当中去。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防务面对面，下一期我们再见。